这个世界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下跪，上至国家元首，下至刚刚出生的婴儿，都得下跪以求自保。神明穿越神雪之地，每个人绑定一间道观，供奉神明才能获得庇佑。不是每个人的道观都有神像，而我是被神遗弃的人。道观里只有一坨泥团，为了活下去，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：拜天拜地不如拜自己，老娘自己当神。我攥紧拳头，朝着泥团下跪，并大喊出自己的名字。话音落的瞬间，泥团崩裂又重塑，眨眼间化作一尊与我一模一样的神像，立在供台之上。一股陌生的视角骤然涌入脑海，是独属于神明的神像视角，而耳边同时响起一声清脆的提示音，一个标着神明管理群的光幕突兀地出现在我眼前，里面的聊天消息正疯狂刷屏。而令我非常惊喜的是，他们的聊天内容对我有巨大的帮助。叶葵1小时后便恢复行动，这一个夜晚估计能够淘汰掉近半的信徒，因为到现在为止，居然只有几个人出去寻找物资，特别是燃香，叶葵会第一时间盯上没有点香的道观，无妨，淘汰掉一些劣质信徒也甚好，反正他们的尸身也是我等的养分。哈哈，没错，聊得那叫一个热闹，我心里一沉，直接被镇住了。原来神明之间还能这样交流，也就是说，我能从他们嘴里偷到情报。此时此刻，我已经抓住了2个关键信息：第一点是1小时后必定有危险；第二点是夜晚想活命，燃香至关重要。想清楚这一点后，我没有立刻动身，因为我发现聊天群旁边还有一道光幕画面展示：神明、原始、明柔、神魄、石、香火、灵，等级0，法术无畏学习，神赐随机食物消耗3点香火，为信徒召唤1份食物，体质增强消耗10点香火，为信徒淬炼1次身体，专属神通，道果为因。简介：新诞的神明神魄十分脆弱，只能依附于神像存在，其余神明不可查看您的道观，这是所有神明最基础的能力。我很快就看明白了，神魄说白了就跟人的体质一样，越高越不容易死，香火才是真正的硬通货，用来放法术和升等级。神赐也简单，就是花香火给信徒发好处。至于最后那个专属神通，我点开一看，心脏狠狠跳了一下。道果为因可以让神明不用等时间，香插进香炉的一瞬间就能直接拿到香火，信徒的供奉点也是立刻到账，一句话就是省时间并抢先机。看完这些，我心里已经有了大概的计划。现在我同时拥有信徒身份和神明身份，第一件事必须出门找燃香，这是活命的根本。我的神像到现在1口香火都没吃过。我走到观门前，拔掉门栓，猛地一拉，下一刻迷雾疯狂涌进道观，却又瞬间散开，露出了门外的景象。我整个人愣在原地，冷汗顺着后背往下流。我去，我面前有个大家伙一动不动地站着，一股说不出的恶意直接冲我脸上来。他披头散发，青面獠牙，身上一块黑一块红的，指甲又细又长，还滴着暗红色的血水，慢慢躺到地上。不知怎么的，我脑子里就冒出了叶葵这个词，随后一股凉气从我脚底窜到头顶。这东西原来一直堵在门口，这体型一爪子就能把我这小破官脑散架。他眼睛闭着，嘴也没张，但我感觉他一口就能把我脑袋当葡萄嗦了。幸好这玩意儿暂时动不了，我不禁一阵后怕。要是我没拜自己为神，1小时后他估计能把我吃的渣都不剩。我从这怪物旁边挤过去，走出了关门，走远点，回头一看，这才看清道观的全貌。外面雾很大，但还是能看出道观很小，红砖墙露在外面，木门前就趴着那只叶葵。我不敢走太远，在这种大雾里最怕的就是迷路，要是天黑前回不去那就完了。随着哗啦啦的声音响起，我听见水声说明附近有溪流，但雾太大，我没时间去找水了。虽然那群神说叶葵1小时后才动，可我现在也没手表，不知道具体过了多久，所以30分钟内我必须找到燃香。要是还有时间再去找别的，但瞎找没用，不如先看看聊天群有什么线索。看了一会儿，发现原来私聊能传送东西，我记下这点，马上又用神像的视角去看神明聊天群。凡人就是怕死，居然还有1半人没敢出来，等会儿见到叶葵就老实了。已经有不少人出来了，现在有信徒看见叶葵了吗？有，那个叫宁柔的信徒挺倒霉，叶葵就堵他门口，他是第一个见着的。不错，这样还敢出门，是个好苗子。但他那地形复杂，估计找不到燃香。不过他前面倒是有个空道观，就看他敢不敢一直往前走了。老夫赌他不敢。在雾里离开道观超过300米就会迷路，那道观起码有600米。一直往前走600米，有座空道观。我使劲往雾里看，远处好像真有个模糊的建筑物影子。我心里
里一喜，偷偷用脚尖在地上定了个方向，接着我又装模作样的四处张望，才像真的找准了路似的往前走。这个秘密必须瞒住人，更要瞒住神。我不敢想，要是被神明发现了，我会是什么下场？所以我每走10步，就在湿泥地上踢个标记。几分钟后，面前的建筑轮廓越来越清楚，最后完全露了出来，是个比我的官大了2倍的道观。就在这时，神明群里又聊开了。一会儿没看，这小女娃都走到这儿了，她是真不怕死啊！别的信徒只敢在100米内打转，真是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我看好她，此女还得练练。我很期待她看到门后尸体时的表情。结。看到这里我也明白，怪不得这么臭，原来里面有尸体。虽然我不是个胆小鬼，但头一回碰见这种事，总得先做心理建设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像是给自己壮胆，往前踏了2步，然后一脚踹开了关门。尽管有准备，可看见地上那具没脑袋的尸体时，我还是吓得身子一抖。靠！我给了自己一巴掌，很快冷静下来。活的我都不怕，还怕死的？我忍着恶心开始翻找，棺里东西不多，唯一的供台被血泡的发霉了。我把它踹碎，挑了几块还算好的木头，用从尸体上扒下来的衣服包好。毕竟升级设施要用木头。角落里有7包过期的方便面。既然我的神像能变食物，这些可以拿去跟别人换东西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我只能大概猜已经过了10几分钟。这期间我找到了一个打火机，一个空矿泉水瓶，还有一把生锈的水果刀。要不是没工具，我恨不得把窗户上那几根铁栏杆也拆走。可最重要的燃香一直没找到，找了这么久，一根香毛都没看见。没办法，我只好又去看神明聊天群。这牛肉估计想破头也想不到，香就藏在这尸体的肚子里，够疯才能找到。这也太阴了，哪个信徒能发现啊？也不是所有香都这么藏，主要是为了历练他们。他们精神越疯狂，对我们就会越虔诚。时间不多了，这宁柔再不发疯，就只能死在这儿了。而且我对他的血肉挺感兴趣，会是什么味儿呢？我看着这一句聊天，脸一沉。我靠，这群神玩的这么变态，全是邪神吧？不管了，疯就疯吧。我故意装出找不着香，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拿起刀就往尸体身上捅，好像是在发泄。为了演得真，我一开始没奔着肚子去，而是对着尸体的胸口，觉得差不多了，我才猛地一刀划开了尸体的肚皮。我眯起眼，伸手抓出来几根香。哎呦，这小女娃可以啊，哈哈，我喜欢。看来这宁柔是这届新人里拔尖的了，有这股风劲，活下来的机会很大。这几根香省着点用，够她熬过今晚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准备离开这儿。可惜呀，她要是能发现尸体底下那块松动的土就好了。我脚步微微一顿，想回去，但又怕显得太明显。看着脚下的尸体，我灵机一动，脚下一滑，假装摔了一跤，接着我骂骂咧咧地把尸体踢开，像是刚发现下面土颜色不一样似的，试探着扒开，里面是一盏油灯，上面刻着看不懂的经文。这时经书自己飘了出来，画面展示神性物件，银送灯，等级1级，耐久5，简介非常稀有的神性物品，放在香炉旁供奉给神明的香火会翻倍，得到的供奉点也翻倍，能用5次。顿时我心里一喜，好东西，虽然只能用5次，但在刚开始的时候帮助会特别大。我把灯也打包好，准备离开。这小女娃运气真不错，今晚她能过得挺舒服了。不一定哦，在神选之地里，信徒之间自相残杀才是最精彩的。我们马上就能看到了，有意思。看着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拿走，那滋味可不好受。就在我走出关门的时候，前面迎面走来3个男的，为首男的脸上有道疤，肌肉把背心撑得鼓鼓的，一看就不好惹。后面2个男的长得挺帅，我想从旁边绕过去，却发现他们好像是顺着我留下的标记走过来的，想不碰上都不行。我装作没事人一样，扭着头往前走。那个肌肉男也在打量我，特别是看到我手上沾的血时，眼神变得很警惕。大虎抽出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，另一只手指了指地上。小美女，这记号是你留的吧？我见状心里一沉，还是硬着头皮开口。大虎笑了笑，但因为脸上有疤，笑容看起来假假的。实话实说，我们在这大雾天出来找东西，结果迷路了，能不能带我们去你的道观？2个小弟对视一眼，也跟着说。对啊，小姐姐，人多力量大嘛，万一有事，互相也有个照应。话是这么说，但从他按在我肩膀上的力道来看，这帮人是赖上我了。我心里暗道，时间不多了，绝不能浪费在打架上。而且他们人多，我也打不过，但我也不想带他们回我的道观。要知道我观里神像的脸还没变，很多秘密都不能让这些人看见，那怎么甩掉他们呢？我想到了门口那只叶葵，于是我转过身，一脸和气。老哥，带你去可以，但你总不能白住吧？大虎笑得更明显了。当然了，到了地方，这2个帅哥随你处置。但他心里想的是，这娘们身上鼓鼓囊囊的，肯定捞到了不少好东西，还敢跟我谈条件。等到了地方，第一个弄死你。这个大虎是混道上的，根本就没打算守信用，只想弄死面前这个看起来瘦小的我。我也不是傻子，能看出大虎眼里的不怀好意，我还得接着演。所以当我听到他说把帅哥给我的时候，我故意装出色眯眯的样子，用眼睛上下打量那2个帅哥。
大哥此话当真？我一边说，一边轻轻摸其中一个帅哥的脸，瞧瞧，真俊。为了演得更像，我还在他身上狠狠摸了腹肌。走吧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往前走，大虎跟在后面，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心里暗骂我小色皮。等到了地方，看你还敢不敢嚣张。大虎看了看路过的标记，这娘们太精了，标记做的这么隐蔽，完全认不出来。1个小时很短，之前找东西已经浪费了大半时间，所以回去的路上天眼看着就暗下来了。我估计还有10几分钟就完全天黑，到时候门口那只夜葵就会醒。600米不算远，正常走5分钟就到，但我故意走得很慢，还不时调戏一下旁边的男人。我这样做反而让大虎放心了，他虽然生气，但至少觉得我是个被色心冲昏头的废物，也不用太警惕。可哪怕我再怎么磨蹭，7分钟后也看到那只夜葵了，说明距离不到100米。后面的大虎因为走在后面，又被2个小弟挡住了视线，所以没第一时间发现。我看准时机，猛地将2个小弟向后踹倒，然后用这辈子最快的速度向前狂奔。等大虎反应过来，我已经冲回道观，砰地反锁了大门。成功脱身后，我长出一口气。可正当我想点香的时候，木门突然发出一声巨响，你妈的臭娘们，给老子滚出来！我听到门外大虎又惊又怒，正在疯狂砸门，木门被砸得发出闷响，上面跳出了一个简易的数字，经书浮现出来，显示木门的耐久度变成了29、30，意思是再这样被砸，29下门就碎了。但我只是看了一眼，就毫不犹豫地点燃3根香，插进了香炉，顺手把银送灯放在旁边。香炉才1级，最多只能插3根香。我从尸体肚子里一共掏出来5根香，银送灯自己烧了起来，火光把整个道观照亮，还伴随着一阵神秘的低语声。我朝着自己的神像认真拜了3拜，立刻2个视角都收到了提示：神明视角获得香火60点，凡人视角获得信奉点60点。看样子是我的专属神通道果回音生效了，接下来就该升级门和香炉了。我小声说了一句，然后把目光投向窗外，表情变得严肃。天空升起了一轮血红的月亮，好像要把一切都吞掉，天彻底黑了。啊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门外传来大虎绝望的惨叫，接着声音就没了，换成了一阵咔嚓咔嚓的咀嚼声。我屏住呼吸，仔细听门外的动静，想确认那只夜葵接下来要干什么。咀嚼声没持续多久就停了，然后响起了刺耳的挠门声。我后背直冒冷汗，心里默默祈祷。木门的耐久度开始飞快往下掉，减1、减1、减1、减1。我眼睛紧盯着木门耐久度，最后停在了11、30，挠门声才终于消失。呼，我顿时松了口气，整个人瘫坐下来。这时神明群里却热闹起来，终于死人了。真正的考验开始了。除了那个宁柔有点意思，其他信徒又懒又傲，是该尝尝死的滋味了。死些人是好事，这样他们才会更虔诚。越虔诚给的香火就越多，好像最多能有10点。各位灵级神明，记得对信徒发出异语，这能让他们更听话。没错，特别是让活着的信徒去捡尸体，夜葵只吃脑袋，剩下的血肉对神像可是大补。这一次我迅速抓住了几个关键信息，越虔诚给的香火越多，最多10点，这点我已经做到了。第二，尸体对神像帮助巨大，神像对神明很重要，所以尸体对我也有用。我把信息记牢，走到破破烂烂的木门前，经书上显示着升级2级门需要的东西：1斤木料和20点信奉点。我把之前找到的木头堆在门前，唰的一下木头消失了，信奉点也被扣掉，成功升级为2级门，整个门立刻变了样，不但修补了破损的地方，还变得更厚更结实，耐久度变成了50。正当我想继续升级时，经书却报错了，缺3级门图纸，缺600克精铁3斤木料，缺100点信奉点。后面2个还好说，可图纸我上哪儿弄去？我想了想，决定先升级香炉，如果能多插香，收益肯定更大，加上我的神通和满虔程度，足够拉开和其他人的差距。我走到香炉边，缺500克血泥土，缺30点信奉点。信奉点我有，可血泥土是什么？没办法的，我打开了信徒聊天群。虽然天黑了，但上千人的群聊还是很热闹，大多在闲聊。嘿嘿，我就说是真人秀吧，我把神像砸了，不也活得好好的？好像真是。饿死我了，在这里肚子怎么这么容易饿？神像好烦啊，一直吵着要香火和人肉，里面是不是有喇叭啊？天上血月亮挺好看，可惜没手机拍。我跑到个破庙，以为有贡品，结果就找到一堆香。看来夜葵还没找上他们，大部分人根本没意识到危险。我没打算当救世主，直接在群里发了第一条消息。我有7包泡面，谁有香或者染红的泥土可以交换？等了1、2秒，这人傻吧？用泡面换这些没用的东西？我换，兄弟私聊，我是卖保险的。兄弟，我记住你头像了。果然嘲讽像潮水一样涌来，大家憋了一肚子怨气，正好发泄。不过我的私聊频道也被无数信息轰炸了，我冷淡地回了一句。
爱换换，不换拉倒。最后我用7包泡面换到了7根香和差不多3桶血泥土，东西从经书里调出来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趁着信息差多捞点呢？我可没忘我的神像能花3点香火变出一份食物，我立刻把60点香火全用了，换成了盒饭、泡面这些吃的，几乎摆满了小半个道观，香味扑鼻。我一刻没停，继续在群里发消息。我还有20份食物，谁出去找到过物资的都可以找我换。刚才换到泡面的人马上跳出来帮忙说话，这真是大善人啊！兄弟们放心冲啊！小姐姐，你運氣真好，係咪揾到節目組嘅物資點咗呢？俺也有7根香，俺也想換。當然，也有清醒的人。有食物他自己不吃，而是換這些。群裡還有活人嗎？腦子呢？這些物資明顯很重要啊！但這些人只是少數，大部分人還是瘋了一樣私聊我，想用手裡的物資換吃的。我快速篩選交換，眼睛越來越亮，我不禁小聲嘀咕。原来这就是当资本家的快乐吗？而且我从这些私聊的人里还发现了2张羊皮纸，分别是3级门制造图纸、1级桃木剑制造图纸。10分钟后，我脸色涨红，忍不住喊出声。发财了！筛选掉那些捣乱想白拿东西的人之后，我换到了好多东西：24根香和2桶红泥土，7大块木板和1小根雷击木，还有一整个拆下来的铁窗户，以及我看向手里紧紧攥着的2张图纸。东西换完了，还剩下2个盒饭。不过想想也就1个小时，哪怕出生点再好，谁能找到太多东西呢？而且愿意马上出去找物资的，本来也没几个是傻子。我咂咂嘴，这种感觉太爽了。但这时候群里的人也反应过来不对劲了，叶葵都活动这么久了，动作再慢也该开始杀人了。果然，等我整理好东西，再点开聊天群时，里面的气氛完全变了。大家都白发了，我刚从窗户看见外面有个大怪物在走。真的假的？别黑哦！我也看到了，身上都是血，青黑色的，有点像老家说的妖怪。我以前玩过恐怖密室，里面有工作人员扮鬼，这会不会是假的？我不玩了，我要回家。救命啊！有东西在挠我的门，耐久度掉到10了，妈呀，还要进来了！这时大家才惊恐地发现，好多人的头像已经变成灰色了，这说明现在经历的一切不是演戏，而是真正的屠杀。我吃着盒饭，冷冷地看着这些人求救，同时我也没忘了盯着神明聊天群。上百只叶葵都醒了，真壮观。这个宁柔太聪明了，不光猜出香有用，还用食物换走了几乎所有的物资。哪位神友这么下血本？太宠这个宁柔了吧？这个宁柔是不是作弊了？看到这条消息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靠，我忘了这茬。我大量换物资，不仅人在看，神也在看啊！我紧张地盯着神明群，生怕错过任何消息。哪有什么作弊？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，肯定是有神有惜财，解除了香火。虽然花了香火，但投资一个有潜力的信徒，比这点香火值钱多了。呵呵，投资那么多，万一死了可就心疼了。我们1级神明就算了，0级神明香火得省着用，现在还不宜给信徒太多赏赐。好险，我本来快干了的后背一下子又被冷汗浸湿，心砰砰直跳，贪心真可怕，差点就被发现了。这是个教训，以后不能再这么大摇大摆的换东西了，就算要换也得找个合理的理由，绝不能再让这些神起疑心。我后怕的大口吃着盒饭，而信徒聊天群已经彻底炸了。怪物越来越多了，有人被偷走，脑袋被吃掉，谁来救我？我是女大学生，什么都会。我发现点上香，怪物鬧幾下就走咗。对，怪不得神像一直要香，原来是在提醒我们，不是害我们。可我的香刚才换饭吃了。我就知道这家伙没安好心。人快死的时候，往往最先失去理智。一瞬间，群里所有人的怒火都对准了我，疯狂艾特我，骂什么的都有。连没换过物资的人也因为眼红和害怕加入了这场骂战。私信更没法看，有求饶的，有骂我的，有指责我的。看到他们这副嘴脸，我直接被气笑了，马上打字回击。想要香啊，早干嘛去了？出过门的我先不说，那些连门都不敢出，就瘫在窝里的，还好意思在这狗叫。出去找过东西的，我用食物跟你换的时候，你咋吃的那么香？神像都提示香有用了，你们自己没脑子发现，这能怪得了谁？有着骂人的功夫，不如赶紧想办法保命，别在这当只会乱叫的废物。我当场妹的时候，骂人可是一流。这一大段发出去，群里果然安静了不少。骂完我关了群聊，然后提着1桶血泥土走到香炉边，经书浮现出来，血泥土消失，30点信奉点被扣掉，成功升级为2级香炉。香炉变大了1圈，并且能多插3根香。于是我又抓起3根香，点燃一把插了上去。因为第一批香还没烧完，银送灯的效果还在，所以这3根香给的香火和信奉点也能翻倍。现在我的神像有60点香火。
伙，我自己有80点信奉点。我拿出3级门图纸，图纸印进了经书里。正当我准备升级大门时，门外突然又响起了挠门声，这次还夹杂着嘶吼。我说过了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我心底不禁疑惑，大虎他不是死了吗？门外的嘶吼还在继续，越来越吓人，一下下地撞着门。可奇怪的是，门一点没坏。我猜这是因为门升到了2级，不仅更耐打，也更结实了。外面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总不能把头伸出窗户去看吧？正想着呢，神明聊天群有动静了。这么快就有昌鬼出现了？这批信徒怨气这么大，昌鬼没法投胎，只有桃木剑这种特殊武器才能解决。时间久了，还可能进化出穿墙能力，那就惨喽。对了，杀掉昌鬼会掉鬼精吧？好像能增加神魄。是有这事，但得通过信徒献祭才能拿到。反正我看不上这点神魄，太寒碜。看到这里，我总算明白了，原来大虎变成昌鬼了。就算不能投胎，永远痛苦，也要找我报仇吗？哈哈，金虎，你这家伙！但现在不是感慨的时候。按神明群的说法，虽然大虎现在打不坏门，但时间长了，他要是真能穿墙，那我可就完蛋了。到时候一个不怕物理攻击的鬼怎么打？我想了想，决定先把桃木剑做出来，把外面那家伙砍了再说。而且杀了他还能掉鬼精，献祭了能增加神魄，这对我的神像有用。我的神像现在只有10点神魄，太脆弱了。我能感觉到，要是谁把神像砸了，或者把头砍掉，我这个神可能当场就没了。说干就干，我把3级门图纸收好，拿出了1级桃木剑图纸，让它印到经书上，制造1级桃木剑。经书发出嘟嘟的报错声，跳出几行字：缺10点幸运点，10克雷击木，以及600克木料，还有2片皮子。10点信奉点和雷击木我有，是跟图纸一起换来的。木料也好办，我这儿多的是。皮子应该可以用衣服代替吧？我把这些材料凑到一起，放在经书旁边，制造1级桃木剑。瞬间信奉点被扣掉10点，还剩70点。经书亮起，光把那些材料融化了，凭空融合变成了一把木剑的样子，带着淡淡的木头香味，哐当一声掉在地上。神性物件，桃木剑，等级1级，耐久70，比较常见的神性物品，对某些鬼怪特别有效，但用多了可能会坏。我拿起来挥了2下，剑身有点温热，还挺顺手。我笑了一下，走到门前，门外的嘶吼一直没停。还我命来！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好痛苦啊！我的尸体就在旁边，你知道看着自己没脑袋的身体有多难受吗？开门！我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我抽掉门栓，一把拉开了门。你喊什么喊？烦死了！飘在半空浑身冒黑气的大虎愣住了，鬼脸上写满了不敢相信。不是吧？你真开啊？我还得好几个小时才能穿墙呢，你就自己把门打开了。不过报仇的机会就在眼前，他可不会放过。你自己找死，就别怪我了。大虎反应过来，狰狞地朝我扑来，干枯的胳膊像爪子一样，想掐死我。但我怎么可能傻站着？我手里早就紧紧握着桃木剑，用尽全力对准他的脑袋就是一劈。啊！一声尖利的惨叫，大虎抽搐着倒在地上，他的脑袋被削掉一大块，伤口处噼里啪啦烧起火焰，很快蔓延到全身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啊？他刚才不是没看到木剑，但被仇恨冲昏头的他哪会在意？而且一把木剑能对他这个鬼造成什么伤害？可事实告诉他，别小看任何看起来普通的武器，砍到身上是真疼啊！大虎心里竟然生出一丝后悔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我可没兴趣关心他的感受。冷冷看着被火焰吞没的大虎，我松了口气。我也没想到，只是1级桃木剑，伤害就这么大，只劈了1剑，这昌鬼就快没了。或许这剑对鬼怪有额外的伤害加成。大虎的惨叫实在太惨了，我不得不朝四周张望，生怕把叶葵引来。那种怪物可不是1级桃木剑能对付的。以叶葵的体型，一巴掌下来跟被熊拍中没两样。就因为这观察四周的举动，我发现了一件怪事：雾怎么散了？我都能看见远处的树林了。早上的雾浓得像牛奶，几乎看不见五指。可现在雾开始散了，在血红的月光下，连远处的景色都能看清。我也终于听清一直环绕的水声是哪儿来的了，就是不远处那条从山顶流下来的小溪。但我可没那么傻，现在不是去打水的时候，谁知道会不会突然蹦出个叶葵来。这么想着，我又拿起桃木剑朝大虎狠狠劈了几下，加快它消失的速度。别说劈起来还挺爽，虽然没有砍到肉的感觉，但像切豆腐一样顺滑。大虎被火焰裹着，抬起虚幻的鬼手，不甘心地对我比了个中指，最后彻底消失了。地上留下一块菱形的晶体，我捡起来，感觉有点像那种很轻的泡沫材料，这应该就是鬼晶了吧。我把它揣进口袋，然后把目光投向那具没有头的尸体。我可没忘尸体对神明也有好处。虽然具体是什么还不清楚，我费力地拖着尸体的胳膊，把它拽进了道观里，看看四周还算安静。我关上门，插好门栓，本来就很小的道观，空间变得更挤了，连坐的地方都快没了。突然咕噜噜的一声响起，我愣住了，看向自己的肚子，不可能啊，我才刚吃过饭。顺着声音找去，我才惊讶地发现，这像饿肚子一样的声音，竟然是从我的神像里发出来的。我从神明视角看，是我兜里的那块晶体和脚下的无头尸体都散发出一阵奇怪的香味。我的神像很想要这两样东西，怪不得说信徒是消耗品，原来不仅可以当做供应香火的工具人，死了以后
还可以当做食物。我越来越觉得神明聊天群里的神都是邪神了。按照我的想法，神收了信徒的香火，就该保佑信徒才对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活着当工具，死了当粮食。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叹了口气，神高高在上，不把普通人当回事。我也只是运气好成了其中一个，但也是被推着走。要是没了这层身份，我的下场不会比大虎好多少。不过也不是完全没希望。神明群里那个3级的群主，被他们叫做主神，说不定就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。等我自己成了主神，也许就能改变这些了。稍微想了想，我就把大虎的尸体抬到木桌上，掏出鬼精放在一起。在我的神明视角下，这2样东西香气扑鼻。随着我心念一动，尸体和鬼精都飘出一片淡金色的雾光，被我的神像吃了进去。吃完后，鬼精不见了，尸体也像烟一样散掉了。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变得更实在了，比如原来像一堆快要散开的沙子，现在就像给沙子浇了水，能捏在一起了。下一秒，我查看神明的信息，发现只有简介有些许变化，说新诞生的神明虽然有所提升，但神魄依然脆弱，只能依附神像存在，但意思差不多。香火还有很多可以用来增强体质，我自己的体质实在太差了。切回凡人的视角，我脱掉外面的衣服，轻轻一拧，汗水哗哗往下滴。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我浑身早就湿透了，又累又渴。我的体质只有7点，正常人是10点，想来也是长期上夜班熬的，不然哪会做点事就累成这样。所以我毫不犹豫用掉10点香火，给自己强化体质。香火被扣掉，我的神像发出金光，我沐浴在圣光下，感觉从里到外都像被按摩了一遍。怪不得要10点香火，这作为给信徒的奖励，确实能让人感动死。当然，既然是奖励，肯定要信徒做出很大贡献才能给。如果经常给信徒，就会习惯，就不积极了。所以一般的神对信徒都很抠，信徒得拼命才能得一次奖励。但我没这个顾虑，信徒是我，想供多少香火都行，神明也是我，想给多少奖励就给，根本不用心疼香火。因为不管强化自己还是强化神像，本质上都是我就可以一直卡这个漏洞不断变强。其他信徒是砧板上的肉，是羊圈里的羊，而我是拿刀的屠夫，是狼群里的狼，这就是我和他们最根本的区别。圣光慢慢消失，我活动了一下身体，动了动胳膊，感觉和以前那个虚弱的自己完全不一样了。刚才明明还很累，现在精神的不行，看来这不仅能增强体质，还能恢复状态。我又看了看自己的信息，姓名宁柔，等级初阶信徒，经验值10100，体质13，神仙物件1级银送灯1级桃木剑，绑定神明原始，信奉值70，经验值应该是杀了伥鬼后长的，用来升级信徒等级。体质长5点就变化这么大，那就趁热打铁，反正还有50点香火，不如多增强几次。接着这个小道观里又连续闪了4次金光，体质一共长了20点，现在有33点了。我感觉浑身是劲，绝对比得上专业的运动员，肌肉结实有力，但不是那种难看的死肌肉，所以体型并不臃肿。香火还剩10点，为了保险我留下了这10点。做完这些，我和其他信徒拉开了一大截，有一阵没看聊天群了，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。我打开经书，翻到信徒聊天群，还活着的人正聊得热闹。那些怪物虽然可怕，但不是打不过。我捡到一把破桃木剑，刚才刺伤了一只怪物，把它打跑了。我会继续找幸存者，带大家一起抵抗怪物。各位，只要我们心怀希望，就一定能渡过难关。人类的光辉一定会重新照亮大地。说这话的人叫龙傲天，群里已经有上百人的头像灰了。大家本来都绝望了，看到他的话，好像找到主心骨。龙哥牛逼，居然能打伤怪物，那种怪物也会流血吗？还得是龙哥，这气魄和实力比那个宁柔强了不知多少倍。龙哥才是真圣人，有龙哥在，我们一定能活下来。人类万岁，龙哥牛逼！我撇撇嘴，关了聊天群，望着窗外血红的月亮，心里有些感慨。夜晚虽然危险，但也意味着机会啊。雾散了，能看得更远了，但有没有可能夜晚出去找物资才是对的？在这场试炼里，能靠的从来只有自己。想到此处，我穿好衣服走出冠门，从外面把门扣好。外面阴风阵阵，我握紧了手里的桃木剑，眼神坚定。神明聊天群里也挺热闹，快看，那个宁柔也出来了。这批信徒真不怕死啊，越怕死才越容易死。早上的雾让大家没法找物资，要是门被挠破了，不就只有死路一条？晚上虽然风险大，但机会也多。我们要找的优秀信徒只会从这些胆大的人里出现，没错。而且叶葵会一天比一天强，今晚是杀掉他们的好机会。不知道哪家的信徒能拿下首杀，主神可是准备了奖励的。嚯，我若有所思，原来叶葵会越来越强。如果一直躲在道观里，反而更容易死。怪不得那个龙傲天用一把破剑都能刺伤叶葵，原来第一晚的叶葵是整个试炼里最弱的。那我这个连续强化了好几次体质的人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以我现在的身体，就算正面硬刚，也有机会杀掉叶葵。虽然只靠一把桃木剑，风险确实很大，但风浪越大鱼越贵。首杀奖励我一定要拿到。道观旁边不远有一片树林，小溪从中间穿过，我决定先去那里看看，顺便补充点淡水。到现在为止，我还一口水都没喝。我花了几分钟赶到溪边接了一瓶水，水看起来很清，但仔细看还是有点杂质。可我不管那么多了，仰头灌下去，浑身一阵清爽。正喝着水时，一阵树枝断裂的声音突然划破夜空，让我瞬间警惕起来。我死死攥紧桃木剑，剑尖指向前面黑暗的地方，有什么东西正朝这边冲过来。吼！一声像老虎又不像老虎的咆哮猛地炸响，一个高大的黑影带着腥臭的风从树林里窜出来，伸出2只巨大的爪子朝我猛扑过来。我被叶葵盯上了，立刻举剑格挡。剑和爪子碰到的一瞬间，一股可怕的力量震得我虎口发麻，桃木剑滋滋作响，差点脱手。但我心里反而一喜，这种埋伏已久的攻击我都能挡住，说明叶葵没我想的那么可怕。下一秒我猛地发力，不仅挣脱出来，还顺势划伤了叶葵粗大的手掌，伤口没有流血，而是发出滋滋的声音，隐约能看到火光。
桃木剑虽然只有1级，但确实是克制这种鬼怪的好东西，是前期很强大的道具。孽畜，今天就收了你！我大喝一声，抡圆胳膊劈砍过去。叶葵被我打得连连后退，狼狈得像条野狗。他原本引以为傲的巨大身体，现在成了活靶子，我每一剑都能砍出一道大口子。这场面简直了！好好的桃木剑被我挥舞得像街头打架的砍刀，有种莫名的喜感，就差放首热血沸腾的歌了。神秘聊天群的人也在看热闹，这会儿估计瓜子啤酒都备上了。哎呦我去，他是混哪条道的啊？给他桃木剑都多余，感觉拿把西瓜刀一样砍。这宁柔胆子是真大，普通人看见叶葵，怕是要吓尿了，笑死！那么大一只叶葵，愣是被砍懵了。那个龙傲天现在也对上叶葵了，不知道他俩谁先拿下首杀奖励。知道龙傲天也对上了叶葵，我砍得更卖力了，仿佛面前的不是可怕怪物，而是等着被处理的材料。最后一剑，我狠狠劈进了叶葵半边脑袋，他哀嚎一声，化作一团黑雾爆开了。我成功杀死了一只叶葵。黑雾散开后，地上留下了一本古书、一张符纸，还有一枚戒指。我把首杀奖励捡起来挨个查看。首先是那本书，获得初阶斩妖刀法，功法栏已开启。简介说放进经书就能立刻学会，直接开启了一个新栏目，可见这功法有多珍贵。我换出经书，按指引把古书塞了进去，古书瞬间烧毁。同时，一整套流畅的刀法出现在我脑子里。这只是初阶，网上还有低阶、下阶、中阶，但这套刀法已经不输给现实里的刀法大师了。看来这神选之地不只是试炼，更是一场天大的机遇。一本书就这么厉害，那另外2样，想到此处，我拿起那张符纸，神性物件奴隶符，等级1级。简介说可以把一个初阶信徒变成你的奴隶，但需要对方自愿，否则无效。我正愁神像没几个信徒呢，到时候可以让奴隶帮忙守道观。最后就是那枚戒指了，不知为什么一看到它的样式，我就特别期待。神性物件储物戒，等级2级，耐久无限。简介说极其稀有的神性物品，可以容纳20平方米以内的死物，戒指里的时间是静止的。我一个没忍住叫了出来，我靠，这种只在小说里见过的东西，居然到我手上了，这首杀奖励也太丰厚了吧！道观门才2级，没有防盗功能，我之前还担心被人偷东西，现在这问题彻底解决了。而且戒指里时间静止，可以用来保存食物，方便交易，也不怕探索时带不了东西。可以说有了这个戒指，我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。在收集和保存物资这方面，没有信徒能超过我。看来今晚我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。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？我自言自语着打开经书，翻到信徒聊天群，群里原本上千人，现在只剩几百了，但剩下的人都特别激动。各位，龙某在外面救了几个人，又和怪物打了一场，现在受了点伤，谁能给点药品？这么勇吗？兄弟，我在现场，龙哥虽然受伤了，但砍下了那怪物一条胳膊，真的假的？居然有人能砍下怪物的胳膊！龙傲天直接发了一张图片到群里，图片里一条像小树那么粗的手臂躺在地上，爪子断了4、5根。龙哥太屌了，比那个只会躲在罐里利用信息插换物资的家伙强了不知道多少倍。龙哥牛逼，龙哥能不能也来救救人家呀？我看着这些消息忍不住笑了，只是砍了条手臂，这群人就激动成这样。要是他们知道我已经直接宰了一只叶葵，那还不得疯了？我笑笑，但提醒自己不能骄傲，一边想着一边翻开了经书查看。姓名宁柔，等级初阶信徒，经验值60100。体质33，神性物件1级银送灯，1级桃木剑，1级奴隶符，2级储物戒，绑定神明原始，信奉值70。评价说一切都是神明的功劳，请马上提升你的等级，那将会为神明大人提供更多的香火。看到评价我明白，原来信徒等级越高，能提供的香火就越多。这样一来，神明获得香火的方式就很清楚了。首先，信徒越虔诚，一支香给的香火就越多，但初阶信徒最多也就10点，可如果成了中阶信徒，一支香可能就能给20点，上限提高了。毫无疑问，这种升级方式我最占便宜。正常神明想让信徒变虔诚，得自己掏香火给奖励，还得担心信徒变强后看不上，弄不好还会降低虔诚度。但对我来说，这根本不是问题，我自己信自己能不虔诚吗？现在最要紧的是趁着叶葵还弱，多找资源升级自己，所以我反而要主动去找叶葵，趁他病要他命。杀一只叶葵有50点经验值，再杀一只我就能升级了。有了刚学会的初阶斩妖刀法，我信心十足。虽然用桃木剑使刀法有点怪，但现在也找不到更好的武器了。接下来我先返回道观，把罐里剩下的东西都打包，塞进了储物戒指。这主要是为了避免我不在的时候家里遭贼，反正叶还长不差这点时间。很快罐里大部分东西都收进了戒指，可当我想把神像也收进去时，却发现神像和桌子粘在一起，硬拔的话可能会把神像弄断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正疑惑呢，经书自己飘了出来，原始道观1级，升级所需材料血泥土11斤以及金铁6斤，功德砖10块，长明灯2盏。简介说道观与神像是一体的，道观升级神像也会升级，道观升级后会出现新功能。原来神像是道观的核心，不能硬拿，现在的神像只有10几厘米高，跟个小玩具似的，太寒碜了。以后道观升级，神像应该也会变大，人家佛祖都有万丈金身，我怎么也得弄个100米高的。这么一想，我对今晚的探索更期待了。整理好一切，我再次出门。这次我换了个方向，从前门一直往前走，经过刚才那片林子，这样回来也好认路。走了大概300米，就看到前面有一片道观，但大多数黑灯瞎火的，有些甚至已经破了，没走多远就能看到，说明这神选之地不算太大，可能也就一个城市大小。但因为周围有山，大家很难聚到一起。山脚下这么多道观，里面很可能藏物资。我加快脚步，很快来到最近的一个道观前。这道观看起来很旧，木梁都发霉长蘑菇了，屋顶也破了一半。看来每个人的道观不一样，我的是红砖的，这个居然是木头的。我一边说一边抬脚去踹门，结果这门太不结实了，我一脚没踹开，反而整个脚陷了进去。这门是纸糊的吧？我骂骂咧咧的把整扇门给扯了下来。
可往里面一看，我又吓了一跳。屋里摆着一张巨大的圆桌，上面整整齐齐躺着背朝上的3具尸体，他们的后脑壳里面装着热腾腾的蛋炒饭，那蛋炒饭飘出一股奇异的香味。我明明刚吃饱，却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饥饿，旁边还摆着一双筷子，这场景就像在请我吃饭一样，又诡异又透着股邪性。这又是搞什么名堂？我皱紧眉头，摸不着头脑。不管了，遇到怪事先看聊天群。我发现这些神明是真闲，什么都聊。我等了一会儿，才看到他们在讨论我真宁柔杀了纸叶葵就飘了，都开始跑这么远探索了。这地方有机关的，一不小心就得死。他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是鬼宴啊！要是吃一口就完蛋了，看他扛不扛得住诱惑。看完信息，我脸上露出一丝坏笑。我握紧桃木剑，慢慢走过去。这里太闷了，你这宴席怕是办不成啊！我走到圆桌前，伸手抓住桌子底下。既然难办，随着我猛地发力，那就别办了。整张桌子被我掀飞出去，连同上面的尸体一起撞在了祭神台上。那股饥饿感瞬间消失了。我揉了揉眼睛，哪还有什么尸体和蛋炒饭？地上只有2张掉落的羊皮纸和一包红双喜小快乐。我把它们捡起来。哟呵，真是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。一张是4级斩首大刀制作的图纸，制作需要很多陨铁，还有一整块雷积木。这3份什么羚羊真火我都不知道是什么，甚至还要10颗人头，这东西怕是很难做。另一张是1级长明灯制造图纸，需要棉花、青铜和大量燃油。这个升级道观正好用得上。那包红双喜是个1级神性物件，经书说在幻境里抽这烟能更快摆脱幻觉，这算是个可有可无的小玩意儿。想着还有20多根，我就抽出1根点上了。求生精神压力大，来个小快乐放松下。不过这要是被别人看见，肯定得骂我败家。神性物件多难得啊，谁敢像我这么糟蹋？我叼着小快乐又在屋里仔细搜了一遍，实在没找到别的东西。就把窗户上那几根铁栏杆拆了下来，也塞进储物界。那些没法要烂木头连经书都不认。最后走出这个道观，我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，希望能找到更多材料。来到下一个道观门口，我照样一脚踹开木门，可迎面撞上的竟然是一只夜葵。我连忙举剑格挡，桃木剑上顿时多了几道深深的抓痕。接着我立刻俯身用力向下劈砍，吼的一声，夜葵发出痛苦的哀嚎。我抓住机会，一个箭步绕到他身后，眼里闪过凶狠的光手臂，猛地发力，出街斩妖刀法就像成了我的本能。加上现在强壮的身体，一剑就砍掉了夜葵的脑袋。长呼一口气，我抹了抹额头上的细汗，看来被削弱后的夜葵已经对我构不成威胁了。现在的夜葵也就是个空有块头的傻大个，中看不中用。夜葵的尸体像烟一样散开，原地留下了一把西瓜刀，同时我全身冒出金光，经书飘了出来。恭喜您升级为中阶信徒，获得神明的标记，信奉值增加100点，一支香可收获的信奉值提升5点，获得10块功德砖，10块金砖凭空出现掉在地上。神明视角那边也有光幕弹出，标记信徒宁柔突破至中阶信徒，一支香可收获的香火提升5点。我把金砖和桃木剑收进储物界，然后捡起了那把西瓜刀，神性物件麻痹之刃，等级2级，耐久100。简介说每次砍中敌人都能麻痹对方1秒，麻痹状态下敌人的攻击速度会减慢10倍。看着这一连串奖励，我心里兴奋起来。打怪到装备怎么越来越像打游戏了？不过说真的，这种冒险就有回报的机制确实让人上瘾。要是其他信徒知道我是这么想的，估计能气死。他们还在苦苦挣扎求生，我这都快当成游戏了。我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开始在这个道观里仔细搜索。因为是砖瓦房，窗户的铁栏杆拆不了，但木料倒是有一大堆。我还从角落里翻出了几根香和一些胶布，还有几件旧棉衣和铁钉。我把棉衣里面的棉花掏出来拿走。我记得长明灯需要用到棉花，铁我有很多，就是不知道青铜去哪儿弄。但不管多难弄，那些神明总不可能连升级材料都不给的。2级道观我必须拿下，这样才更安全。搜刮完，我走出道观，直接朝正对面的另一个道观走去。和刚才一样，我抬脚猛踹，但这次门没破，上面反而跳出一个减2的数字，里面有信徒，但里面没有点灯，估计也是个穷光蛋，没啥可搜的。我毫不留恋转身就走。附近道观多的是，大多数人都不敢出来，都是没探索过的，根本不愁没资源。以前玩游戏的时候，我就喜欢囤积物资，用起来不心疼，特别痛快。可就在我转身要走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咔嚓一声，我立刻警觉地回过头，门开了，探出来的一张有点稚嫩的学生脸。小姐姐，我叫张培培，是南阳一中的学生。您能给我一支香吗？声音细细的，听着很可怜，但我依旧警惕，不为所动。凭什么？成年人的世界不讲感情，更何况是我这种16岁就辍学打工的仔。我求您了，小姐姐，只要您给我一支香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张培培的声音几乎是哀求，我能看出他是真的不想死。看着群里那些人临死前的惨叫，还有一个个变灰的头像，他吓破了胆。家里还有个年纪小的弟弟等着他，他要是死了弟弟怎么办？所以张培培想活下去，哪怕用尽手段。他本来想指望那个龙傲天，毕竟他说过会救所有人，可等了这么久，龙傲天别说发香了，反而一直在群里跟大家要东西，还说不给就不救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龙傲天根本就是在利用大家。而眼前这个小姐姐敢一个人提着刀在外面探索，肯定很有本事吧？自己必须讨好她。我其实也有点犹豫，现在我的神像只有我一个信徒，就算我能给的香火再多，也比不上那些有很多信徒的神。我手上正好有一张奴隶符，可以把眼前这个人变成我的奴隶，奴隶不会背叛我，既可以让他在家上香，关键时候还能拿来挡刀。虽然听起来有点狠，但在这个世界里，谁能独善其身呢？不过这需要张培培自愿才行，否则奴隶符就浪费了。自愿是可以装出来的，除非切断他所有的希望，否则他不可能真心屈服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不但不能帮他，还得先断了他所有后路，再给他一条活路。说白了，就是打一巴掌，再给个甜枣。想了一会儿，我有了主意，淡淡开口：“可以。”张培培脸上一喜，赶忙想走出来，但是我话锋一转，露出有点邪气的笑：“你得先把你的神像拔了。”张培培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声音发颤：“喂，为什么呀？有香没神像，不也得死吗？失去神明庇护的道观就没用了，那是必死无疑的。”我一脸平静，直接开门见山：“我也不瞒你，我手上有一张奴隶符，
对你用了，你就会变成我的奴隶。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毁了神像，当奴隶活下去；第二，坚持你那点尊严和人权，然后死。我只给你1分钟考虑，时间一到，我转身就走，还会把你的门弄坏，让你死得更快。张培培低下头，紧紧握住拳头，这是赤裸裸的威胁。可是，一想到家里可爱的弟弟，张培培像是妥协了，松开了拳头，脸上露出决绝的表情。做了你的奴隶，我真的能活下去吗？我抬眸看着他的眼睛，语气平淡。当然，你不仅能活，还会比别人活得舒服。张培培没再说话，转身进了道观。过了10几秒，他拿着一个断了半截的神像走了出来，当着我的面，他狠狠地把神像摔在地上，灰色的石头碎片四处飞溅。张培培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求求小姐姐，收我做奴隶吧！我没有急着用奴隶服，而是先仔细检查了张培培身上，确认没什么特殊道具后，才从储物戒里拿出那张黄色的符纸。用了这张符，你就是我的奴隶了，你的生死都掌握在我手里，不管你在外面是什么身份，有什么背景，在这里你只能为我做事，明白了吗？张培培拼命点头。现在他所有退路都被切断了，唯一能依靠的只有眼前这个人，所以就算不用这张符，他也会死皮赖脸的跟着他。张培培知道这是一场豪赌，赌上自己性命的赌注。弟弟，希望姐姐这次没赌错吧？他在心里默默说。我没再犹豫，直接把符纸拍在了张培培的额头上。奴隶符冒出一丝丝黑气，从4面8方钻进他的身体，随着符纸变得越来越透明，最后完全消失了。我没想到会这么快，但感觉到我们之间好像多了一条看不见的线连着，我才确定符咒生效了。现在的张培培就像一个任我摆布的木偶，我一个念头就能毁了他。在这种无形的压力下，他怯生生地开口：主人。我连忙摆了摆手，行了，别跪着了。张培培听话地站了起来，这个给你。我从储物戒里拿出那把有点破损的桃木剑递给他，接下来跟紧我，最好别离我超过1米远，不然我可保护不了你。张培培接过桃木剑，感受到沉甸甸的重量，他感觉十分惊讶，这不是龙傲天手里那把桃木剑吗？这把这么完整，主人，您是从哪儿弄到的？听到这话，我才意识到自己还没告诉他我的名字，我叫宁柔。张培培恍然大悟，原来您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宁柔啊！他心里暗暗高兴，能在开局就用信息差从大家手里换到那么多物资，还敢在群里跟那么多人对骂，这个名字在群里可是无人不知，算是头号公敌了。自己居然阴差阳错成了他的奴隶，真是太幸运了。跟着这么聪明的主人，活下去的机会肯定很大。等他回过神来，发现我已经走出10几米了，他赶紧跟上，手里紧握着桃木剑，警戒四周，一句话也不多说。我用余光瞥了他一眼，这丫头不愧是上高中的，有点脑子，知道这时候不该多问，免得惹人烦。这个奴隶算是选对了。就这样，我们俩开始搜刮附近剩下的道观，我负责踹门拆木头和铁，张培培负责把里面的物资找出来递给我。但很快我们又遇到了一只夜葵，这次我没有急着冲上去看，而是躲在道观里探出头观察。这只夜葵好像是母的，不远处那只夜葵身材看起来有点不一样，肚子鼓鼓的，体型也比一般的夜葵小一圈。夜葵好像不是那群神明专门造出来取乐的，反而更像一个真正的种族。但也不对啊，为什么他们死后会化成一团黑雾，然后留下装备和资源呢？这太奇怪了。我发现自己是越来越猜不透那些神明的想法了，也许这些答案只能等我变强之后才能知道。我没再继续观察，直接冲出道观杀了过去，管你是什么妖魔鬼怪，杀了再说。母夜葵第一时间发现了我，发出一声嘶吼，然后4只着地像大猩猩一样冲过来，伸出尖利的爪子就想抓我，但我怎么可能给他机会？一个侧身躲开，回手就是一刀，一下子就把他的一条胳膊砍断了，绿色的血液喷了出来，麻痹效果发动，母夜葵动作明显僵住了。我抓住机会又是一刀，我把西瓜刀上的血甩掉，自言自语，看来每种武器的特性不一样，这西瓜刀虽然锋利有力，但没有止血的效果。之前用桃木剑砍夜葵时，一滴血都没流，伤口都被一种奇怪的火花封住了，我猜应该是雷击木的效果。这把西瓜刀没加雷击木，所以没有那种效果，但我不可能换回去。这把西瓜刀是2级的，非常锋利，还有麻痹效果，都是1级桃木剑比不上的。这时张培培也赶了过来，守在一旁，他知道凭自己的实力对付不了夜葵，所以很自觉地待在一边等。要是刚才他贸然冲上来，反而会给我添乱，还不如等打完过来帮忙收拾呢。我也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没责怪他，而是走上前准备捡东西。可是当我看向那母夜葵的尸体时，却没看到黑雾出现，怎么回事？卡 bug 吗？我皱起眉头，正准备仔细看看，却发现那母夜葵的肚子突然动了一下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。我瞳孔一缩，立刻往后猛退，下一秒扑哧一声，一个浑身墨绿色的婴儿从肚子里飞出，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朝我射来。我立刻举刀格挡，甚至把另一只手也按在刀身上增加力量。哐一声金属碰撞的巨响，连火花都撞出来了。就算是我这种强化过体质的人，也感觉手臂一阵发麻，但我借力打力，顺势向上一挑，把这个婴儿挑飞出去，刚好落在张培培旁边。婴儿摔在地上哇哇大哭，如果放着不管，他绝对会再次攻击，小心！我急忙大喊，想让张培培赶紧躲开。张培培的心跳得飞快，他紧紧握着桃木剑，手心全是汗，看着眼前墨绿色的婴儿，他心里又怕又紧张。然而下一秒，他还是咬紧牙关，握住桃木剑，对准地上狠狠一戳，桃木剑的身体立刻不动了。张培培大口喘着气，双手抖个不停，他心里又怕又紧张，但同时也感觉松了一口气，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，眼神里透出一点脆弱和无助。我心情复杂地看了他一会儿，但没有去安慰。接着我走到母夜葵尸体消散的地方，开始查看掉落的物资。不是我冷酷，而是这些东西他必须自己面对，否则他只会变成一个没用的花瓶，迟早会被我抛弃。不过他也很聪明，从成为奴隶的那一刻起，就应该明白展现自己价值这个道理。母夜葵掉的东西不少，一件青铜护臂和10根香，2件锁子甲，还有一本功法。护臂和锁子甲都是1级的防御装备，能挡一些伤害，但耐久度用完就会坏，是比较普通的神性物件。但那本功法有点意思，获得出阶流云步，
简介说学了之后走路会更快更轻。我把功法塞进经书，立刻就学会了。功法没法分享，所以给不了张培培，但锁子甲可以分他一件，反正我一个人也穿不了2件。我穿上锁子甲和青铜护臂，然后拿着剩下那件锁子甲走到张培培面前，拿着穿上。张培培看到递来的锁子甲，手还有点抖，但还是接了过去。他努力平复情绪，快速穿好，虽然还有点害怕，但眼神慢慢变得坚定了。谢谢主人。他心里想，不能再这么脆弱了，绝对不能拖主人的后腿。我们俩正准备继续往前走，却看见前面来了一大群人，大概20多个，黑压压一片，有老有少，吵吵闹闹的。领头的是个染着红头发的小子，右手拿把破桃木剑，左手挂着一串佛珠。我皱了皱眉，实在不想跟这群人扯上关系，拉起张培培的手，转身就走。可这一幕被那个红毛小子看见了，他大声喊道：“兄弟，等等！”我听见了，反而走得更快。那红毛小子见我越走越快，也急了，连忙再次喊道：“我有情报是关于那些怪物的。”这一嗓子让我停住了脚步。我确实想要更多关于叶葵的情报，但也不知道他到底知道多少。想到此处，我也不管了，大不了我一个人打他们20个。怂什么？我转过身走回去，在离他们大概10步远的地方停下。什么情报？我冷冷地问。红毛小子见我肯谈，松了口气。哎呦，别这么冷冰冰的嘛，放松点。我先自我介绍一下。他往前走了2步，伸出一只手。你好，我叫龙傲天。说这话时，他嘴角挂着自信的笑，好像觉得自己的名字很了不起。但我只是淡淡的哦了一声。所以到底是什么情报？我不想浪费时间。对面的龙傲天一脸不敢相信。你没搞错吧？我叫龙傲天啊，群里那个龙傲天。我还是很冷淡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只想说这个，那我们没必要谈了。龙傲天有点无奈，但见我要走，又有些慌。哎，别，那你总得告诉我你叫啥吧？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声音平静。应柔这个名字一出来，人群里立刻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盯着我看，眼神里有羡慕，有嫉妒，但更多是愤怒。好你个王八蛋，把香还给我！人群里不知谁喊了一嗓子，这下所有人都激动起来，对着我骂骂咧咧，眼睛却盯着我身上的装备和我身边的张培培，都压着给我闭嘴。龙傲天回头吼了一声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神像提醒你们多少次了，自己把物资换了能怪谁？谁再啰嗦一句，马上给我滚出队伍！还有那些白天不出去找物资、游手好闲的，还想指望人家宁柔给你们香，一群废物！他那表情看起来像在为我打抱不平，但谁还不是千年的狐狸？我一眼就看出这龙傲天没安好心，一个唱白脸，一个唱红脸，演戏给我看呢。尽管他藏得很好，但眼底那份贪婪遮不住。龙傲天训完手下，又陪着笑脸从腰间掏出一包利群，心疼地抽出一根递给我。宁柔小姐姐，我手下人不懂事，你别往心里去，这个小快乐就当赔罪了，咱们好好聊聊，行吗？我直接摆手拒绝，不用，我有。龙傲天还是不死心，哎呦，宁柔小姐姐，这可不是普通小快乐，抽一根能增加一点体质呢。我听到这话来了，兴趣没再拒绝，接过来叼在嘴里。龙傲天讪笑着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，伸手给我点燃。我心里冷笑，没用手去挡风。龙傲天的脸色黑了一下，但马上又恢复正常。点完我的，他也给自己点了一根。我们俩就这么面对面站着抽小快乐，可把后面那群人羡慕坏了。我又嘬了一口小快乐才开口：“你有1根的时间说出你的情报。”龙傲天想了想，像是在琢磨怎么说。我发在群里的那张怪物手臂的图片，你看到了吧？我只是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实话跟你说，砍伤那怪物之后，我乘胜追击，把他彻底干掉了。说到这里，我有些意外。哦，这个我倒不知道。龙傲天接着补充：后来那怪物化成一团黑烟，地上留下这包小快乐和这串佛珠。他炫耀似的拿起佛珠晃晃，这就像打游戏打怪爆装备一样，比你在道观里捡破烂强多了。我听完后更疑惑了，没了吗？好家伙，我还以为你是有什么重要情报呢。就这样，龙傲天此时也一脸看怪物的表情看着我，这情报还不够重要吗？你这身装备都是在道观里捡的吧？说句实话，质量太差了。龙傲天一脸认真的说：“宁柔小姐姐，你不如跟着我混，我有杀怪物的实力，你把你们身上的装备都给我，我保证能带你们活过这几晚。”他说完，我也刚好抽完最后一口。我淡淡的看着他，说完了吗？龙傲天不明白我的意思，点了点头。我扯出一丝笑楼，紧张培培。另一只手里的西瓜刀直指龙傲天，那就滚吧！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，那群人都瞪着我们。龙傲天脸色阴沉，手里的桃木剑越攥越紧。臭婊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是挑挑眉，没什么意思，就是觉得你又废又假。把空手套白狼说的这么好听。龙傲天额头青筋跳了跳，但看着我手里明晃晃的西瓜刀，还是没敢动手，咬着牙连说了3个好。他慢慢往后退，一直退到那群人前面，确定我砍不到他了，这才放出狠话：宁柔，我本想给你条活路，你自己不领情就别怪我了。你就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，国家的叛徒，根本不配拿那么多物资。大家一起上，把他的装备抢过来。那群人早就看我不顺眼了，20来号人顿时冲了上来。虽然他们手里没武器，但好像有种莫名的勇气撑着他们。他们大概觉得我再怎么狂，总不敢真嘎人吧？毕竟这才第1天，外面世界的规矩还没忘呢。见这阵势，我心里已经起了杀意。刚才看在那根小快乐的份上，我才没立刻动手。结果你们还得寸进尺了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我扭头看向一旁的张培培，压低声音，闭上眼睛，一会儿可能会见血。张培培身体微微发抖，显然猜到要发生什么了，但他没闭眼。他虽然是学生，但心理承受能力不一般，而且他知道这时候要是露怯，在我心里的价值就降低了。他得抓住机会表现自己。很快，一个老头冲在最前面，伸手就来抓我手里的刀。我没客气，反手就是一刀啊！老头捂住脖子，绝望的大叫。他肯定没想到我真敢动手。很快，老头倒在地上不动了。这下把剩下的人都镇住了，他们齐齐往后退了一步，脸上全是惊恐。杀人了！杀人犯！你这个杀人犯，你完了！等出去，我第一个报警！疯子，这是个疯子！我把刀上的血一甩，盯着他们，还有哪个不怕死的一起上？第一次打人，我心里有点发毛，但这种感觉很快就过去了。刚才那一刀，我要是不砍，现在躺在地上的就是我了。那群人吓坏了，已经想打退堂鼓。龙傲天躲在人群后面观察着一切，好像变了个人，顿时一脸警惕。有点本事，不过也就这样了。这其实是一场试探，从刚才开始他就一直在试探我。他可没傻到
以为我这一身装备全是捡来的，当然眼红也是真的。他特别想要我手里的刀，他早就做好了准备。他手上的那串佛珠能让他隐身30秒，足够他接近我了。偷袭的情况下，一剑刺穿他喉咙没问题，但得等个机会。话说回来，这群手下也太废了，死个人就不敢上了，这让他怎么偷袭？就在这时，人群里突然爆发出比刚才更响的惊叫：怪物！有怪物啊！我和龙傲天都转头看去，是我们这边的动静太大了，引来了一只夜葵。最先叫的那人脑袋已经被掉了，靠，这边还没完，又来了麻烦。龙傲天骂了一句，提着剑冲了过去，暂时打消了偷袭我的念头。他是靠实力当上老大的，这时候要是跑了，人心就散了。这群人虽然废，但他还得留着用，都给我滚开！他很快和那只夜葵打在一起，虽然有点吃力，但明显占了上风。我看场面混乱，就悄悄带着张培培退到远处看戏，顺便把那老头的尸体收进了储物戒。这东西可以给神像用，人头还能当材料。虽然做法很邪门，但谁知道明天的夜葵会多强？早做准备没坏处。刚才动静太大，可能不止这一只夜葵，先看看情况再说。反正死的不是我的人，龙傲天确实有点实力，和夜葵打得有来有回。虽然被抓伤了几处，但没伤到要害。照这样下去，杀掉这只夜葵只是时间问题。夜葵如果伤得太重，可能会跑，所以那群小弟围成一圈，把路都堵死了。以夜葵的智商，会把所有人都当成威胁，死战不退。这也是龙傲天收这群小弟的原因之一。不过这一切在我看来，实在有点可笑，换我来2刀就解决了。正当我在旁边看戏时，感觉到身边有点动静，还有轻轻的哼声。我侧头一看是张培培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我还一直护着他的肩呢。我脸上有点不自在，轻轻咳了一声，松开了手。别说感觉还挺软。张培培没说什么，默默退到我身后1米左右的位置，这样无论是逃跑还是打架都方便。家里的弟弟还在等他这个姐姐，为了活下去，他也不会说一个不字。我本来打算等龙傲天打得差不多了，再出手抢人头夺宝。我从不觉得自己善良，也不想当伪君子。既然他骂我自私，那我就做得更绝一点。今天和龙傲天结了梁子，就不能留后患，能杀就杀，差不多了，可不能让他把经验抢了。我刚要抽刀冲过去，却发现附近又窜出来一只夜葵，从后方冲进了人群，瞬间又吃掉一个人。本来稳定的阵型一下子全乱了。龙傲天觉得头都大了，我靠，这鬼地方怪物怎么这么多？杀了一只又来一只，还会抱团。他心里已经想跑了，但又舍不得这只残血的夜葵。他也明白，要是被2只怪物前后夹击，别说小弟死光，他自己也得完蛋。该死，都撤，往东边跑，能跑几个算几个。龙傲天大声喊道。可就在他要跑的时候，余光瞥见了躲在角落等着出手的我，顿时火冒三丈。他奶奶的，老子在前面拼命，你这娘们在后面看戏。盛怒之下，他杀心骤起，逃跑的念头一下子没了。他竟然掉头直直的朝我冲了过来。他一身血腥味加上那声大喊，2只夜葵的注意力想不被他吸引都难。尹柔想坐收渔翁之利没那么容易，他已经冲到了离我不到10米的地方，2只夜葵也紧跟着扑了过来。这时他手上的佛珠发出微光，龙傲天整个人瞬间消失了。龙傲天靠着30秒的隐形，又拼命往东边跑。嘿嘿，2只怪物，连我都差点没命。我倒要看看你宁柔怎么打，等你死了，我就去捡你的尸体，坐收渔翁之利。就凭你身上那件锁子甲，我就不信摸不到好东西。龙傲天心里得意的想着。随着他一消失，那2只夜葵没了目标，立刻把凶狠的目光转向我和张培培。我们之间不到10步远，我只能正面迎战。但我倒不怎么担心，又不是打不过，这送上门来的经验哪有不收的道理？正好拿你们练练手。我反手握紧刀，摆开架势，轻喊一声流云步，一瞬间我就像鬼影一样动了，脚步轻点几下，刀已经架在了那只受伤夜葵的脖子上，斩妖刀法发动，一颗脑袋飞了出去。趁热打铁，趁着另一只夜葵还没反应过来，我的刀光又到了，砍掉了他一条胳膊。夜葵痛苦的嚎叫起来，像是在召唤同伴。我早就怀疑这些夜葵是靠叫声传递信息的，现在让他叫出来，正好把附近的夜葵都引过来，一网打尽。等他叫完，我也不再留手，一刀砍下了他的头。2只夜葵化成黑雾，地上留下30根香，还有一些铁块，但没有神性物件，运气有点背啊！怎么就这些破烂？我看着地上的东西咂了咂嘴。张培培在旁边看见，嘴角抽了抽。好家伙，别人连2根香都难找，主人倒好，都开始嫌弃上了。我把香收起来，捡起地上一块铁，这铁块通体漆黑，方方正正。这玩意儿难道就是云铁？应该没错了。金铁可以用窗户栏杆代替，但这种云铁在神选之地里恐怕很难找到。我就说杀一只夜葵，怎么可能啥都没有？这可是打造斩首大刀的好材料，但这点还不够，要造那把大刀，这样的云铁至少得要100块。云铁和10颗人头还好弄，但那一整根雷击木和3份什么羚羊真火，我听都没听过。不过我并不意外，也不灰心，反而有点兴奋。4级的神性物件哪有那么好弄？需要的材料越复杂越珍贵，恰恰说明这东西强得超乎想象。我把云铁收好，叹了口气，还是得多杀怪才行啊。正想着，就看到不远处又窜出2只夜葵，应该是被刚才的叫声引来的，一来就盯上了浑身沾着绿血的我。其中一只肚子鼓鼓的是母夜葵。话说另一头龙傲天拼了老命逃跑，终于和剩下的小弟汇合了。活下来的还有15个人，但大多受了伤，真正能继续跟着他探索的只剩8个，压得一群废物。龙傲天火冒三丈，这么多人，我不信打不过一只怪物。就算没武器，你们不会一起上吗？还有那个宁柔，我们这么多人，你们怕什么？宁柔难道比怪物还可怕？龙傲天骂骂咧咧，唾沫横飞，偶尔还带几句脏话，和群里那个形象简直判若两人。大家敢怒不敢言，只能低头听着。一来龙傲天确实有实力，二来他手里有资源和情报，三来大家出了道观已经没有退路，晚上还得靠他收留，谁敢不听就会被孤立，扔在这荒郊野外，后果可想而知。所有人还能动的都跟我走。龙傲天冷冷地说。这话一出，那些受伤的人顿时冒了冷汗，伤在上半身的还好，一咕噜就爬起来了，但如果是腿受伤的或者年纪大的，全都吓得连连求饶。龙傲天一脸冷漠，很快身后又聚起了一拨人。
人，剩下4个受伤太重，实在动不了的人，就只能躺在地上哀嚎求饶。被点到的人吓得喉咙打结，话都说不完整，只是一个劲的求饶。好，咱们走。龙傲天最后看了他们一眼，然后他转身朝刚才逃跑的方向走了回去，其他人赶紧跟上。他这次目的很简单，就一个给宁柔收尸，一会儿看到尸体我先摸，东西统一分配。龙傲天头也不回的吩咐，我只要那件假和刀，剩下的物资全分给你们。下次谁在临阵脱逃，老子第一个砍了他。大家连忙答应，生怕落得和那4个人一样的下场。龙傲天满意的点点头，很好，打一巴掌给个甜枣，这招驭人之术真好用。看自己的威望已经彻底立住了，经过这么一番筛选和布局，自己也算有了一批还算忠诚的小弟，以后挡刀找资源什么的都会顺利很多。等收了宁柔的尸体，就全力去找香。那位神明答应过他，只要上供超过100根香，就会给一次奖励。只要拿到神明的奖励，自己还不分分钟成为这片神选之地的土皇帝。到时候杀这些怪物就跟切菜一样简单，好日子在等着我呀！龙傲天哼着歌悠闲地往前走，没一会儿就远远看到了那几件道观，刚才就是从这里逃走的。宁柔的尸体肯定在哪儿。正当他准备继续往前走时，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龙哥，不对劲啊，那边有打斗的声音。”龙傲天不高兴地回头：“你丫的开什么玩笑？宁柔那丫头片子都死了，哪来的打斗声？”那人却十分笃定地再次开口：“不是啊，龙哥，我从小耳朵就聆听得远，他可能真的没死。”这话一出，人群里顿时议论纷纷。要是宁柔没死，那岂不是打龙哥的脸？天哪，被2只怪物围攻还能活，那不是比龙哥还厉害？别说了。龙傲天见大家议论，暗骂了一声，直接一脚踹过去。那可是整整2只怪物，我一个散打冠军都可能栽。你觉得宁柔那娘们能比我厉害？好好好，这丫头要是真这要牛，我看你这声龙哥不如去叫他，像是为了证明那小弟错了。龙傲天加快了脚步，但等真的走到地方时，不止所有人惊呆了，连龙傲天自己也愣在了当场。只见我快速移动，喊着斩妖刀法，紧接着刀光一闪，又有2只夜葵倒下，化作黑雾，留下满地物资。从远处看，这里遍地都是东西，有香也有不认识的铁块和青铜。中间还夹杂着1-2件神性物品，甚至还有3本功法书。终于搞定了，整整5只，累死我了。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和张培培一起捡地上的东西，一边捡我一边想，储物戒指都快装满了，里面太多重复的资源了，以后也许可以用来跟别人换东西。不过这么多资源，足够把道观和里面的设施都升级了，说不定还能按图纸做出1-2件备用武器。我刚把所有东西收进戒指，突然听到一声我靠，紧接着就像池塘里的青蛙叫，周围响起一片我靠声。我顺着声音看去，表情有点奇怪，你们不是跑了吗？只见那群人跟着龙傲天，正好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，一个个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龙傲天更是吓得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西瓜。看到他们这副样子，我明白过来了，看来你们是回来给我收尸的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们失望了。我笑眯眯地说，声音很平静，但里面的杀意几乎要溢出来了。我慢慢往前走，每走一步，龙傲天他们就往后退一步。别怕呀，我可是好人。我张开双臂，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。龙傲天，我突然叫他的名字，龙傲天吓了一哆嗦，回过神来，发现我像盯着猎物一样。你说对吧？话音刚落，我腿部猛地发力，再次施展流云步，以极快的速度朝那伙人冲去，速度快得像短跑运动员。龙傲天吓得魂飞魄散，拼命想挪动已经发软的双腿，嘴唇颤抖着，用尽全身力气想再逃一次，但我怎么可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？忍着肌肉撕裂般的酸痛，我再次加速，一下子冲到他们面前。有人挡在前面挥拳想反击，我没客气，一刀就结果掉了他。看到有人死了，其他人像受惊的鸟一样乱成一团。你龙傲天不是喜欢躲在小弟后面吗？那我就把你小弟都杀了。反正这群人早就对我动了杀心，现在还想着回来讲我的尸体，还有什么道理可讲？在这个神选之地，谁拳头大谁就是道理。更何况我斩首大刀的材料还没凑齐，不狠下心可能一辈子都凑不齐。可惜不怕死的人不多，我只来得及拔掉2个。我没有去追逃跑的人，我又不是大魔头，也没有心理变态，只要他们不来惹我，我自然不会赶尽杀绝。但当我转身想再去追龙傲天时，却发现这小子又不见了，又是刚才那招瞬移。我不清楚那串佛珠的能力，只觉得太厉害了。这龙傲天滑的像泥鳅，根本抓不住。刚才他把怪物引给我，如果我是个普通人，可能真会被他阴死了，所以我才会这么想杀他。那佛珠是个麻烦，以后不能明着杀他，得趁他没反应过来一刀解决才行。我心里暗暗想到。就在这时，我才发现远处的山林里居然又开始起雾了，天上血月也越来越亮，这是要天亮了吗？但我随即又否定这个惊讶，这不对啊，就算没有表谁还没熬过夜，从天黑到现在最多不过4个小时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到早上？雾像是凭空出现的，现在还只是开始，但时间一长肯定会覆盖整个地方，到时候就什么都看不清了。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，这一路我都做了标记，回去应该不难。可要是雾太大，就什么都看不清了。所以现在最要紧的是赶快回道观，好好休息和升级。我把地上2具尸体收走，然后拉着张培培往回跑，但张培培体力实在太差，怎么可能跟得上体质34点的我？很快他就脚软腿开始发抖，额头也开始冒冷汗。虽然他嘴上不说，但这些反应骗不了人。终于张培培坚持不住了，主人，这样不行，请您先走，给我指个方向就行。他喘着粗气，头发全湿了，汗水不断往下滴。看到他这样，我才反应过来，糟了，忘了这丫头没强化过体质，根本跟不上我的速度。不过张培培也真有毅力，跑了2公里才开口，运动鞋底都快磨破了。虽然她是我的奴隶，但我毕竟是人，看到小姑娘受罪心里也不是滋味。你别动！我突然说的话，张培培不明白我要干什么，但下一秒她就被我拦腰抱了起来，稳稳地拖在怀里。主人，我抱着她轻声开口，以后难受就直接说，老憋着干嘛？虽然重了点，但速度一点没慢。张培培看着飞速后退的景色，红着脸小声问，我是不是太重了？
比这重的东西我不知道搬过多少，更何况现在怀里是个女孩，我心里一点也不烦，反而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我都20好几了，整天闷在厂里干活，拿点死工资，连男人的手都没碰过。我从小辍学也是没办法，进城拼命干活，只是想在城里有个自己的家，可房价贵得要死。我因为背景2没钱，连厂里的男孩都看不上我，没想到意外进了这神选之地，这世道真奇怪。没事，我们到了，不到3刻钟，我就带着张培培回到了道观前。观前有3株杂草和1小滩红土，这是我特意留下的标记。走吧，我推开灌门进去，张培培跟在后面反手扣上了门栓。做完这些，我才真正感觉松了一口气。我直接瘫坐在地上，也顾不上脏，闭上眼睛休息。张培培自觉地蹲到一个小角落，观察着这个道观。在这安静的小空间里，好像连我们的呼吸声都能听见。这时，张培培注意到了木桌上供着的神像，好奇地看着。主人，那个神像好奇怪。听到这话，我睁开眼睛，心里有点犹豫，要不要告诉他真相呢？可既然都被看到了，大方承认也没什么，反正张培培不会背叛我，这个秘密说出来应该问题不大。只是我刚要开口，张培培又补充一句，这个神像竟然没脸。我愣了一下，也看向神像，面貌明明还是我自己，看起来威严中带着几分沉静。但我知道张培培没说谎，因为用了奴隶符后，他是不能对我说谎的。我想不明白，干脆就不想了。反正这也不是坏事，秘密藏得越深，对我越有利。嗨嗨，我轻轻咳了2声说，这是原始神，掌管时间和因果，你看不清他脸很正常。此时我说什么，他都一脸崇拜。哇，这么厉害啊！我假装大神一样点点头。对，所以击败的时候也有特殊效果。特殊效果简单说，就是一种能倒转因果的力量。只要把香插进去，我们立刻就能得到信奉点。我一边说，一边从储物戒拿出3根香，点燃递给他。你试试。张培培听话的照做，把香插进空了的香炉，趴下来磕了3个头。这是他第一次给神上香，心里自然有些敬畏。而我憋着笑从神像的视角看，张培培正跪在我面前，还这么虔诚，让我也不禁有点得意。原来当神这么爽，那些高高在上的神看信徒大概也是这种感觉吧。随着我的专属神通触发，香火瞬间被吸收，张培培的经书飘出来，显示供奉点增加了。我趁这机会也看了看自己神像的面板，神命原始，命柔，神魄20，香火75，等级0，法术无畏学习，神赐，消耗3点香火给信徒照1份食物，消耗10点香火给信徒强化1次身体，专属神通道果为因，标记信徒命柔。简介说香火慢慢在积累，但还不够，请多收信徒，这能帮你升级。香火多了15点。张培培刚才拜了3根香，说明他1根香只能给5点香火，供奉点自然也是5点，这很正常。对一个刚认识的神，他能有多虔诚？我自己拜自己心里当然最虔诚，所以给的香火最多。除了香火增加，我还看到下面多了个标记信徒的栏目，里面只有我一个人，这应该跟我升到中阶信徒有关。不过不知道这标记有什么用，还不如奖励的那10块金砖实在，那叫功德金砖，是用来升级道观的。说起来，现在确实该把这破道观翻新一下了，材料这么多，应该够了。我自言自语，从储物戒里拿出那10块功德砖，一大堆铁栏杆，还有4桶血泥土，还差2盏长明灯。长明灯需要青铜棉花和燃油，青铜和棉花我有，但燃油我把目光转向张培培。张培培，你帮我在群里说句话，用你自己的身份。张培培虽然不知道我要干什么，但很听话的拿起经书翻到群聊页面，说什么？我又想了想，再次开口，就说你多出来1支香想换燃油，你来谈价格，不够再找我要。说着我扔给他1支香，他马上行动在群里问起来。其实我本来想自己去问，但考虑到我现在是群里的公敌，龙傲天没少在群里说我坏话，什么杀人犯、资本家之类的。要是那些人知道是我要，指不定怎么抬价。虽然我储物戒里有100多支香，但也不会傻到白送出去，留着换成香火和信奉点不好吗？所以张培培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。别人看她一个小姑娘，不仅不会抬价，有些好心人可能还会直接送她东西，这就是优势啊！我笑了笑，打算趁这时间先把门和香炉都升到3级，算起来材料应该够。事不宜迟，我从储物戒里翻出一堆东西，依次放在门口，换出经书，合成3级门。地上的材料一下子消失，信奉点被扣掉60点，整个灌门亮起光来，光慢慢消散，灌门焕然一新。原来的门只能1个人过，也没有真正的锁，现在升到3级，耐久度变成100，不仅门大了一圈，木料也变得特别厚实，原来的结构也升级了，可以从外面用一个小机关锁住，而且机关位置很隐蔽，只有住这里的人才知道。不过这么气派的大门，配上里面又小又暗的道观，怎么看都觉得别扭，有种给屎壳郎镶了金边的感觉。我斜眼看看张培培，发现他还在跟别人讨价还价，打字速度快得像客服。我轻轻笑了一声，摇摇头，又用同样的方法把香炉也升到了3级。现在香炉最多能同时插10根香了。更让我高兴的是，张培培终于谈好了价钱，开心的把那支香放进经书里，放进去没2秒，经书就吐出来2袋用塑料袋包着的燃油。我刚想夸他能干，却看见经书又吐出来一本古书，仔细一看，居然是一本功法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眼睛瞪得老大。我靠！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挖到宝了，张培培简直就是个砍价小天才，不光换到了燃油，连功法都搞到手了。现在这阶段功法绝对是最重要的资源，要不是对方刚好有多余的同类型功法，也不可能卖给张培培。同类型的功法如果不是更高级的，学了也没用。比如我储物戒里那3本刀法对我已经没用了，这我用不上，给你吧。我拿出一本刀法和那本步法递给张培培，他接过去乖乖点头，跑到一边自己学习去了。我把那2袋燃油和其他材料放在一起压低声，合成1级长明灯。因为材料是双份的，一下子做出了2盏。这灯耐久度不高，毕竟烧油的，隔段时间就得加油，好处是防风防水，不用担心烧到木头。这下材料齐了，我把2盏长明灯和一堆铁栏杆，还有10块功德砖和5桶血泥土都搬过来，最后把手放在神像上，经书弹了出来，是否升级为2级道观？一旦确认无法撤销，随着我话音刚落，整个道观好像抖了一下，地上的材料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拖起来，融进了墙壁里。
震动越来越厉害。这个小道观开始发生变化，先是空间向外扩展，地面翻动，小小的神像也开始长高，最后停在30厘米左右，一切渐渐平静。整个空间响起一阵悠长的嗡鸣，变得明亮起来。道观焕然一新，空间比原来大了一半，住3个人都绰绰有余。这下大门终于不显得别扭了，墙上挂着长明灯，野灵观里不再昏暗。这变化让张培培很惊讶，这种奇迹般的力量，恐怕只有神能做到。不仅如此，我的神像感觉也更舒服了。神像随着变大，神明化身不再觉得束手束脚，视野开阔到能看见观外2米的情况。但因此，我刚觉得凝实一点的神躯又有点松散的感觉，这说明我需要提升神魄，才能保持那种充实感。我有预感，如果神魄足够强，甚至可能脱离神像，用新形态在外面活动。我想起储物界里还有3具尸体，就把它们拿了出来，摆到木桌上，每摆一具神明化身就吸收一具。